我一个钢铁直男，却拥有比女生还要细腻的皮肤，娇小的身材更是经常被误认为是女孩子。就连前女友因为我太娘和我提出分手，本以为自己这样子注定单身一辈子，却不想舍友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。哪来的乡巴佬？你在说我吗？可能吧。你不洗脸的吗？这只是刚刚爬楼梯时手碰上了扶杆上的灰，然后擦汗不小心弄脏了。我没有不洗脸。嗓门挺大。季行宇丢出一个评价，侧身给我让位置。这个人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说出来的话却这么不礼貌，令人讨厌。你再让开点。我这略带命令的语气让季行宇挑下眉，往旁边退了一步，单手插都靠在墙上，屈起腿把门踹开。你看起来好小啊，成年了吗？刚过完18岁生日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陆景峰，这位专心打游戏的叫于启，他是季行宇，我们老早就认识了。他嘴巴可贱了，你别理他。我也不知道季行宇今天是怎么了，他平时主动和陌生人聊天的次数，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，今天竟然主动搭讪。我叫白糖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白糖，我养了只狗也叫白糖。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咬牙道：是海棠花的糖。我不想理他，和陆景峰聊了起来，完全屏蔽了周围，直到季行宇不耐烦的去踹陆景峰的背。你屁股长凳子上了，刚刚不是饿得要死吗？真的太粗鲁了。哎，马上，这不是跟新室友联络感情吗？你想吃什么不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没吃完的土豆饼。季行宇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吃饼，无意间抬头发现他一直盯着我看。你想要吃吗？这有什么好吃的？不吃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想真给你。我小声嘀咕，一口满足的咬了一大口。等我抬起头，却又和季行宇的眼神撞上。你是不是想吃？不就是土豆饼吗？有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叫不就是个土豆饼？这可是我妈凌晨4点起来炸的，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母爱，她懂个屁啊！巨无敌好吃。不信。那你尝一口，尝一口就知道了。不吃。他连番拒绝的行为可把我气死了，于是半强迫性的把土豆饼塞进他手里。吃。那你给我蘸点酱啊。怎么样？一般吧。季行宇随口道，结果一连吃了我3个饼。那你还吃那么快？没了。你说呢？你一下吃掉我3个饼，辣椒酱都快见底了，我还想留着当晚饭呢。那晚上和我一块去江南住吃饭吧，我请客。季行宇除了有点少爷脾气，嘴巴有点见外，人还蛮好的。毕竟晚饭可是在大饭店吃的，他真舍得花钱。想吃什么自己点。我兴冲冲的坐起来，在看到价格时，笑容霎时僵硬。这也太贵了，一个青菜卖299，就这玩意儿，我家菜地里种了一片呢。季行宇懒得和我多费口舌，拿过菜单又是一阵勾，很快菜都上来了。吃吧，别馋死了。剩下的我们打包吧。你要是想吃，下次还带你来。可是好浪费啊。季行宇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叫了服务员过来。先生，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经理可能正忙，看看我能不能为您解决。没什么事，你叫他过来吧。他这云淡风轻的态度，看起来倒像领导视察似的。服务员不敢耽搁，当面打了个电话给经理，足足等了5分钟，经理才赶来。你乌龟吗？哎呀，少爷来啦！我刚刚被事办住了，所以才来晚了，您别生气。你跟他说清楚，这里的剩饭剩菜是怎么处理的。哦，好的，我们在郊外有自己的养殖场，这些东西呢每天晚上都会专门送过去，基本不会浪费，很环保的。这样啊。我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同时心里又很羡慕他们，吃的比自己还好。满意了。走吧。你总偷看我做什么？饭店是你家的呀，我听见他叫你少爷。那你们店里还招人吗？我想做兼职。我们不招童工。我成年了呀，看不出来吗？真想去做？想。行吧，回头我跟他说一声。耶！太好了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季行宇扯了扯嘴角，这种小事对他来说只是动动嘴皮的事。不过看着我这么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，他心里还蛮受用的。我操！你裤子都没穿，跑出来干什么？忘记带了，我这不是出来找吗？说着，我正好找到了衣服，于是当着他的面把衣服穿上。你就不能去浴室换吗？这里好歹是公共场合。都是男人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还经常光着膀子下河游泳呢。季行宇转身去了浴室，结果一打开门，一股夹杂着薄荷味的水汽扑面而来，嫌弃的后退。脏死了，去把里面拖干净，地上全是你的洗澡水。真是大少爷脾气。我只敢在心里嘀咕，拿了拖把浴室擦得干干净净。行了，你看看还满意不？干什么？
你给我洗吧，给你钱。唉，不用了，我给你洗。不行，你想要多少？开个价。我见他坚决要付钱的样子，慢慢朝他竖起3根手指头，试探道3块。发过去了。哦，我打开自己的手机查看，结果满眼震惊。你是不是发错了呀？怎么是5万？没错，这是1个月的。可是这太多了，我都不敢点下去。那你以后帮我跑跑腿、买饭什么的，可以吧？这没问题，以后你就是我尊敬的少爷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吃包子，我绝不吃饺子。这个傻了吧唧的小东西还挺好玩。不一会，陆景峰和于琦都回来了。小唐，快来吃，家里阿姨卤的卤味可香了。好香啊！季行宇呢？怎么洗个衣服不见了？宇哥在隔壁呢，估计要回来了。他刚说完，季行宇神色淡淡的走进来，后面还跟了个人。果然帅哥都爱和帅哥交朋友。于琦，我靠，你们认识啊？对，我和他是高中同学。于琦没什么表情的转回去。我怎么嗅到了一丝八卦的气味？按理说，在大学就算是遇到同校的都会很激动，更别说同班了。如果不是他们有啥矛盾，那就是绿毛哥的性格太冷了。还不去洗衣服？马上，我想再啃一个鸡爪。干什么呢？他是体育系的。关我什么事？气氛有点尴尬，我干巴巴的笑了2下，而林雨很不爽，不只是因为季行宇不屑的态度。我知道季行宇，昨天在新生群他的照片都传遍了，还疯狂上表白墙。不是，凭什么啊？我差哪了？小唐，多联系哈。你认识他？刚认识算吗？蠢死了，你都不知道他为人怎么样就加他？我看你这个脑子是被别人卖了都要帮着数钱的。不就加了个微信吗？至于这么数落我吗？算了，金主少爷和一个刚认识的体育生孰轻孰重我还是知道的。你看，我已经把他删了。还不算太笨。人差不多到齐了，辅导员才走进来。开会开到一半，便进入到竞选班干的流程。我百度过，在大学担任班长或者团支书，对我未来的人生路还是有一些帮助的。我势必要争一争。中彩票了，这么高兴？我要当班长，你会支持我的吧？季行宇右手支着脑袋，散漫的笑了一下。那可不一定。什么不一定？你要参加竞选吗？小唐，我支持你，好兄弟。竞选班长这个职位的人还真不少，但我丝毫不慌。大家好，我叫白糖，我也是来竞选班长这个职务的。首先，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担任班干部。看不出来啊，小唐这么优秀呢，比前面几个讲的好多了。竞选结束后就到了投票的时间，一轮下去，竟然出现了平票，分别是我和另外一个男生。林帆也有过当班长的经验，而且谈吐十分幽默，是个非常强劲的对手，我不会落选吧？第2轮投票开始前，林帆先搞起了拉票，他带着室友直接上台跳起了舞，很快引起一片热烈。我不仅不会跳舞，而且五音不全，这还怎么比啊？别摆出这副没用的样子，他有什么好的？跳得难看死了。季行宇在班群里直接发了一个大额红包，并配文选白糖的脸。他这一发无疑是往海面上投出一个炸弹，整个班级都沸腾起来。我们小唐要是当选了，我再发一个，每个人包邮的。妈，我选他，我选他。快点吧，就他了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导员笑眯眯的看着他们，也不管，自己偷摸的抢了一个。最后，白糖以压倒性的票数战胜了林帆。太感谢你们了，我请你们吃烧烤。学校东门有一家烧烤店，评分超高，我们去那里咋样？可以啊，去试试呗。到了烧烤店，我趁着季行宇还未落座，拿纸把桌子和凳子都仔细的擦了一遍，再用手摸了摸，确定没有油渍后，才招呼他坐下。我靠，宇哥你别欺负人啊，这种事我来就行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他了？不是他自愿的吗？我是自愿的，没事啦没事啦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吃了没一会儿，陆景峰突然和于琦八卦。嘿，世界真小啊，没想到你跟江恒也认识。我悄悄跟你说，我们3个很早就认识了。他这人看上去很温和的样子，其实不太好相处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和他不熟，高中3年我们统共也没说过几句话。要不是他是班长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压根一点交集都不会有。是吗？那我昨天还在他书房看见过你们的合照呢。那是你看错了，我没有和他照过相。啊，我眼花了吗？不可能吧，我眼神这么好。开学不过1周，我就忙得脚不沾地，不仅帮忙核对各种新生信息和兼顾自己的学习，还要摸清季行宇的生活习惯，深入了解他这个人。毕竟我要想一直拿工资，就必须把人伺候舒服了。而关于每个月5万的天价工资，我早已有打算，
除了一些用在季行宇身上的，剩下的一部分补贴家里，另一部分则存下来，留着以后娶老婆用。这包子怎么一股馊味？这是人吃的？挺好吃的呀，我都吃了2个了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下次就不买了。那你吃这个吧。一旁的陆景风埋头苦吃，看见这堪比带孩子的场面，他也不觉得稀奇，毕竟天天都这样。对了，晚上咱们一起去吃饭啊！我就要上江杭了，我请客。想吃什么就点，他不差钱。哦，我点了一个自己爱吃的，又依着季行宇的口味点了2个，还特意嘱咐服务员这2道菜不要太辣，毕竟季行宇的胃金贵的很。啧，要不是你是个男的，我真以为你喜欢宇哥呢。对他这么上心，连他的口味都知道，到底为啥呀？他说完，于琦和江恒皆抬起头，一副看热闹的样子。他们并不知道季行宇每个月给我5万块钱的事，所以感到好奇也是正常。我不是喜欢他，因为是室友吗？所以就照顾一点。再说了，除去室友这个身份，我还是班长呢。要是你们有什么需求，我也很愿意满足的。哦，真没看错你，好兄弟，太负责了。江恒扫了独自高冷的季行宇一眼，笑了笑，冲着陆景风道：“你好像把他惹生气了。”啊，我没有吧？不会是我的原因吧？我昨天在你的书房看见了你和于琦的合照，还摆在那么显眼的位置。我回去问他，他又说和你不熟，所以你们到底熟不熟？不算熟吧，不过照片是我 P 的。于琦愣住了，八卦的气氛急速蔓延。什么情况啊？那他们到底熟不熟？我这么一拉季行宇，他又记起刚才的事来，不仅甩开我的手，还往旁边移了移。好吧，他还真是生我的气了。他这种人含着金汤匙出生，长得帅，脑瓜子还聪明，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不喜欢他，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。我说不喜欢你是假的，其实我们宿舍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。不是，我怎么变得这么矫情了？为什么要生气？我知道不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但我从来不会在意这些。而且2个大男人说喜欢是不是太肉麻恶心了？哦，你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？你的喜欢很值钱吗？我无意瞥见他耳朵上的一抹红，只是我还没开口，季行宇就不爽地扔掉筷子。怎么这么辣？我出去透个风。不辣呀，他什么味蕾？我不想管他，继续八卦。于琦，你和江恒到底熟不熟啊？江恒就是个神经病，莫名其妙 P 合照，不熟。吃完饭后，我们来到大厅，发现季行宇正被3个女孩子围绕。唉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是不是挺羡慕的？没办法，从我认识他起，追他的人都排到法国了。那他为什么不谈恋爱？我做梦都想谈恋爱呢。看不上呗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？许阿姨说过，宇哥最喜欢的就是他自己了。这辈子要是能找到个比喜欢他自己还喜欢的人，估计是没有的。哦，是吗？挺酷的。干嘛？笨手笨脚的，别给我们拖后腿。季行宇说着，把掉下来的上衣塞进裤子里，吐槽道：“衣服都不会穿，你是小宝宝吗？”哎呀，我的衣服也没穿好耶，宇哥也给我穿嘛。滚！好嘞。安静！你们班体委是哪位？站出来！教官，我叫李文武，是2班的体委。以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得打报告。这次军训为时2个礼拜，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我。你们能配合我出色的完成所有练习项目，那我也不会对你们太过苛责。比如现在看看其他班都在烈日下暴晒。话音刚落，便有人接话：“教官，你人真好，我们保证听话，我们肯定配合的。”那好，体委上来先整一下队，站成4排，女生站前面，从左到右按身高由高到低排。训练虽然轻松，但在烈日炎炎下，这群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们还是有些招架不住。我主动和左边的女生换了个位置，她是唯一一个暴露在阳光下的。结果不一会，我小腹开始痛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。报告，我不舒服，可以去趟医务室吗？体委，你送他去医务室，让班长送我去吧。体委不是还要做示范吗？医务室，那班长是哪个？送这位同学去医务室。报告，我知道了。陆景风站在那，狐疑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季行宇装了，就算整个班都倒下了，他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站着。这么好偷懒的机会，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于琦看着白糖的背影没回话，眼里闪过一丝担忧。你怎么样啊？哪里不舒服？哼，先关心你自己吧，我能有什么事？这么爱助人为乐呢？你要是不换位置，就不会有事，还浪费我的时间来陪你。人家是女孩，怕晒很正常，我就没关系了。而且我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估计是昨天的海鲜吃多了。我真是野猪吃不了细糠，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我几乎大半个身体都靠在季行宇身上，说话时还费力地抬头去看他。
所以你是故意那样说的，对吗？其实你是想送我来医务室吧？你真好。都要站不住了还死撑着，为什么不和教练请假？你脸皮不是挺厚的吗？我毕竟是班长，还是要做好表率的。我一踏进医务室就发现肚子没那么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你这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吃多了寒性的东西导致消化不良，所以才腹痛。给你开点药，躺一躺就行。好的，谢谢。脱鞋，上床。不用，我吃点药做会就好，还要归队呢。季行宇懒得和我多费口舌，直接把我按在床上盖上棉被，不一会我眼皮就开始打架。把药吃了再睡。喝吧。谢谢。烫死了，你可以给我加一点冷水吗？季行宇鬼使神差地盯着我被烫红的舌尖，看了有一会儿才突然回过神来。疯了吧？我刚才居然觉得白糖的嘴巴看起来很好亲的样子，神经病吧？他是个男的呀，嘴巴好不好亲关我什么事？看着我伸过来的水杯，季行宇恼怒道：“就你是多。”我再次睡醒时，外面天色已经暗下去了。怎么样，清醒了吗？清醒了，谢谢你啊，一直在这陪我。别想太多，我只是懒得动而已。好的。于其他俩来到这里时，默默打量了我好几下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消化不良。什么消化不良？你什么时候不舒服了？就是昨天吃多了生腌，然后肚子有点疼，多亏季行宇送我来医务室。啊？那宇哥怎么知道你不舒服的？你不会用眼睛看吗？就他那张煞白的脸和慢半拍的动作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没事干嘛看小唐啊？他离我们那么远，不找角度我还看不到他呢。小唐不会怪我吧？不会不会。看来宇哥很关心你嘛。陆景风便嘻嘻地说：“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，还比不上你们认识的这一个礼拜呢。有病就去治，别在这发癫。”季行宇踹了他一脚，而后起了一抹可疑的红晕。军训不过2天，我就和女生玩成一片。班长，你看过表白墙没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推给你，这个还挺实用的。你要是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是想吐槽些什么，都可以发在上面。而且我前几天还看见有人发图片捞你呢。啊，捞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鱼。看着我一脸震惊的表情，旁边的女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有人看上你了呗，想发展发展。你应该没有女朋友吧？没有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我们猜也是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啊？笑起来特别好看的。你这也太宽泛了，再细说一下呗。不了，我还没想好。季行宇就靠在一棵树下，曲起一条腿，一副生人勿近熟人滚开的样子。他盯着我那张眉开眼笑的脸，表情逐渐凝固。军训不过才2天而已，就屁颠的混在女孩堆里，像什么样子？白糖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喝水。哦，要不你喝我的吧？你要我喝你的口水吗？我在这质问中突然想起自己应尽的职责，扔掉水杯，立刻站起来。不是，那我现在去买。你们等我一会回来再讲哈。季行宇扫了一眼席佳音，心底突然生出几分他也不知道的烦躁，蹙着眉跟在白糖身后往超市走。我靠，他刚刚还瞪了我一眼，我没惹他吧？哎呀，不就是瞪了你一眼吗？就这张脸，他要是瞪我，那我还夸他眼神好呢。走开，你这死恋爱脑！不过说真的，好想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！表白墙上捞他的人都能排队了，估计没少谈吧？长成这样肯定不缺女朋友。不要以貌取人啊，说不定人家一个都没谈过呢。喝吧。你很急吗？挺急的，我急着回去听八卦呢。不然你先喝着，我先走一步。不行，你是不是太不合群了？我哪里不合群了？大家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聚在一起，怎么偏偏就你特殊，老参与别人女孩的聊天，会给他们带来不便？啊，是这样吗？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不过仔细想了想，自己毕竟是男生，老和女孩子待在一起，确实也不好。我在场的话，万一人家想聊一些私密点的话题都不行。你就站这吧。为什么？挡太阳啊，太晒了。我又不是伞，你要是怕晒的话，我们就坐到树荫底下吗？那块太吵了，这儿安静。真是不管我死活了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？居然有女生主动找我加微信。我着急忙慌的在口袋里一阵摸索，没找到手机，便又蹲下去在地上找。你看见我手机了吗？我没有看季行宇，否则会立马感受到他的脸都黑了。对不起，我的手机一时找不到了，不然你报一下，我能记得住。好。徐静冲我甜甜一笑，马上报上了自己的微信号。
记住了，等我找到手机，立刻就把你加上。不好意思啊。不会，那我先走了。耶！你看见了没？有女孩子加我微信耶，她长得好好看。哼，我又没下。许是我太激动出了汗，微微打湿了搭在额前的碎发。季行宇的目光不受控制地跟随那滴汗的曲线，最后瞟向我凹陷的锁骨处。为什么我牙齿突然发痒？是那种很想咬什么东西在用力摩擦的痒。在这几天里，对方很主动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出要试一试，但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还没相处几天就要谈恋爱，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不行的。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门？季行宇瞥了一眼神色匆忙的我，轻而易举地用腿把门抵住，咬牙道：“干什么去？又去给他送夜宵，还是去买奶茶？”不是的，他舍友生病了，我们这里离药店近，所以我要去买药。不许去！他自己没腿吗？不会走路吗？干嘛每次都要麻烦你？你是他谁啊？这么帮他？朋友之间互帮互助很正常的。行啊。季行宇气笑了。我早就看出来这女的不对劲，偏偏白糖说什么都不信，一副完全信任她的样子。那我也不舒服。现在宿舍就我们2个人，你走了，我要是出事怎么办？啊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明明你嗓门比我还大，哪里像生病的样子？我胃疼。那你刚才……现在开始疼不行吗？你觉得我会因为不让你出门而装吗？你以为你谁啊？现在开始疼不行吗？你觉得我会因为不让你出门而装吗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我去给你找胃药。我不可能扔下他一个人在这，只好给徐静发了条信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室友突然胃疼，我没办法离开，不然你们下来买吧。消息发出去后，那边一直没回，我想他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忽略你了。哈，以后不会这样了，我保证。那你现在去学习，别再想着出门。手机给我，这些天你不觉得你都荒废学业了吗？哎呀，我好几天都没背单词了，完了！学习是我最亲密的伙伴，我怎么能因为新朋友而落下这朋友呢？那我把手机给你，我现在要摒弃一切杂乱，认真开始学习。这才是好的思想觉悟，不要一天到晚就想着谈恋爱。季行宇压下翘起的嘴角，接过我的手机，顺便给我调了个静音。不知道没病乱吃药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？接下来的1个礼拜，徐静没有一次和我约成功，她渐渐有些不耐烦。徐静，你看这个包包，好漂亮啊，很适合你。徐静从室友手中接过包，看清价格后，脸色僵硬了一下，不过她很快收起来，装模作样的打量一番。是挺好看的，但是我家里已经有好多这个品牌的包包了，不想再买了。真幸福啊，有钱人就是爽，我买不起的包你居然有一堆。没事，你要是喜欢，改天去我家里玩，我送你一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徐静都有些心不在焉，她借口有事提前结束了逛街。电话，他怎么天天这么多事？怎么了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急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晚上有空吧？出来吃个饭。他说完后，我下意识看向季行，对方果然又摆出一副难受至极的模样，弓着腰捂着胃。不行，我胃疼。啊！要是还看不出来他是装的，那我也就是个傻子。别装了。季行宇没理会，直接蹲在地上，额头抵着我的膝盖，一只手勾住我的腿，抬起头来看着我说：“我没装，真疼。”季行宇没理会，直接蹲在地上，额头抵着我的膝盖，一只手勾住我的腿，抬起头来看着我说：“我没装，真疼。”不然我们约过一个时间，明天中午一定行。为什么？你室友又不舒服了？对。你骗谁呢？如果真不想来，直接拒绝好了，干嘛每次都找一样的借口？我室友真是不舒服，没办法，我……徐静没等说完，便情绪失控的大喊道：“就算是这样，那他不舒服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你已经照顾了他1个礼拜，拒绝我那么多次，你是喜欢他吗？”他说完后，我们3人便陷入一种诡异的气氛。听到徐静的最后一句话，季行宇的表情从生气变成紧张，小心翼翼地偷瞄他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情绪太激动了，是因为我家里出了点事，所以才这么着急找你道歉。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那就算了，我自己能行的。你家出什么事了？白糖知道他家的情况，残疾的爸，智障的妈，还有一个叛逆的弟弟，家里的开支都是靠他兼职赚来的。没事，你要是愿意来的话，我在学校东门的火锅店等你，请你吃顿饭，算是感谢这些天来你对我的照顾。你也听到了，他家出了事，他情绪也不太稳定，我最好还是去看看吧。那我也去。
你不是胃疼吗？好了，我不确定徐静会不会愿意让季行宇也跟着。我跟你去，如果他不愿意，那我就不和你们坐一起。那好吧。等到了火锅店，我本来想解释为什么还有别人来，结果徐静看到季行宇很惊喜的样子，热情的招呼他坐下一起吃。等一下，我熟练的从口袋里掏出湿纸巾，看起来要擦桌子的样子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做。剩下的话硬生生被他吞进肚子里，因为他看见我拿着湿纸巾往季行宇的位置上擦，这根本不是给他的。他有些尴尬，讪讪的坐下来。明明我才是女孩呀，明明白糖和我也聊得挺好的，不该先对自己献殷勤吗？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无视我的，还是被2个男生同时无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你大舅拌米饭，怎么好吃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白哥还带了朋友来，所以先点了餐。你需要再点一些吗？不用。那好吧，白哥你还需要加点吗？我也不用。那你们都能吃辣吧？需要下一些在番茄锅里吗？不能，他不太能吃辣，下一些吧。其实我家也没出什么大事，之前打电话的时候情绪有点失控，没吓到你吧？我被滑嫩的豆腐烫得直哆嗦，说不出话来，只一个劲的摇头。喝点凉水，你那么急干嘛？又没人和你抢。我已经吃得很小心了，没想到它会这么滑，差点就要窜进我喉咙了。他俩又当我是空气呢，酝酿好的情绪全没了，我忍。我爸不是残疾吗？你也知道的，他昨天晚上起夜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又进医院了。好在没什么大事，我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，当时都吓坏了。啊，那你需要请假回家一趟吗？家里怕耽误我学习，硬是不让我回家。不过我给我爸请了一个护工。他说完后，我点头，没有再多的反应，他只好尴尬的笑笑，装作不经意道：不过现在请护工可真贵啊，花了我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，以前的价格还便宜些。他说完后，季行宇的筷子顿了顿，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。竟然这么贵吗？我都不知道，从来没有请过护工。季行宇憋着笑，慢悠悠地咬了口莴笋。哼，真是的，一时间都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在装傻，听不出来我需要资助吗？徐静挫败地戳着碗里的青菜，半晌，小心翼翼地偷瞄了一眼季行宇。其实我一开始的目标是季行宇，我默默观察过他一段时间，仔细思考后，发现自己根本拿不下他，可能连加微信这第一步都完成不了，可惜了，他那么有钱。徐静，你怎么都不吃？这些菜已经不能再煮了，连土豆都煮烂了。我想着便用公筷给他加了一些菜。徐静看着这坨软烂的菜，硬生生地挤出一丝笑。谢谢。季行宇看见了没说什么，拿起筷子往辣锅里伸，夹出一片娃娃菜，刚放进碗里。你不要吃辣的，等会胃又不舒服了怎么办？那我想吃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你大舅拌米饭，怎么好吃怎么办？你就只光说不动，到时候肚子疼又喊这喊那的。这么关心我？那好吧，你说要就要呗。我去给你拿个碗来，装点水，你涮一下好吧？好。季行宇笑眯眯地看着我离开，过了一会收敛了表情，冷淡地划着手机。你们关系真好呀。季行宇没理他。白哥这个人真的很好，很会照顾人，和他做朋友很开心吧？他在一个劲儿地跟我说着白糖帮助他的一些事情，怎么是在向我炫耀吗？季行宇眉毛紧蹙，不耐烦地打断他：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不满，或者说我让你不舒服了吗？那我向你道歉，不过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你当然做错了，你不该带着目的去接近白糖，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，适可而止吧。徐静万万没想到他会对自己说出这样一番话，他的心狂跳不止。明明自己什么也没说，可对方确实把他看了个透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都听不懂。季行宇没说话，我拿着碗正走过来。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去的时候柜子里都没有碗筷了，阿姨正在上新的，所以就慢了点。给你，涮着吃吧。白哥，我系里突然有事，我得先走了，钱我已经付过了，你们慢慢吃。说完，他也不等回答，便径直走了出去。他走后没多久，季行宇便放下筷子。你吃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快要走进校门口时，我瞥见旁边的一家小吃店，停下来扯了扯季行宇的衣角。不然带份粥上去，你晚上都没怎么吃。季行宇愣了一下，嘴角不受控制的翘起，低头靠近我。这么关心我？那好吧，你说要就要呗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爸摔倒了，现在在医院躺着，医生说要准备一笔手术费，
我找了好多人，最后还是差了一大截。差了多少？徐静给我发来数十张照片，全是带血的，还有一些诊疗报告。最后一张是一个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干瘦男人。我看着这张照片，心里一阵难过。我也不希望徐静的爸爸出事，毕竟家人的离世对任何人来说都将是一生所痛。但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虽然现在身上有5万多，但都是季行宇给我的，我也不好轻易动这笔钱。徐静看着我转来的几千块钱，脸色一阵难看。这些钱真的还不够，你能不能找你室友借点？干嘛呢？没玩过男人吧？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操！徐静看着我转来的几千块钱，脸色一阵难看。这些钱真的还不够，你能不能找你室友借点？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这有点不太好，要不想想别的办法？对面沉默了一下，还是感谢了我，然后挂了电话。我要怎么多赚点钱存着呢？江南住那边的兼职我每个周末才有时间去做，但要想多赚点钱的话，只能再去找一个。我打开手机，在某个找工作的 app 上翻找，大部分招聘要不是时间对不上，就是不招短期工。我找了好久，最后看到一个名为夜猫的招聘要求。你这新店搞得不错嘛，还不是全仰仗各位少爷。光李觉那小子这个月就来了10几趟，回朋友都不一样。他交际花这个名头果然名不虚传啊。杜明礼靠在沙发上看向他们。江恒怎么没来？江叔叔最近好像接了个大案子，抓着他旁听去了。毕竟他也是读的法律，未来要做大律师呢。杜明礼眯着眼想了会，笑道：“他还真挺适合的，温柔谦逊，一看就是做律师的料。”陆景峰笑了几声，和季行宇的目光对上，俩人都是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。年轻真好啊！正是玩的时候，我就不行了。刚毕业，我妈就急着给我找老婆。哟呵，你谈了那么多个，没一个想着结婚的。你也知道我是啥人，回相亲我都找各种理由给拒绝了。还好我妈从来不管这些，她说我要是30岁还没结婚，她都无所谓。行一类，不谈不结。这辈子能配得上我宇哥的也只有女装的她了，其余的她都看不上。他说完后，季行宇的脑海里莫名出现一张脸。他一大早就背着书包去了图书馆，一整天竟然一条消息都没给我发。他有点不开心，点进2人的对话框，手指无意识敲出几个字：“都这么晚了，你也不问问我回不回去吗？”打完后，他蹙了下眉，又全部删掉。手机被他扔在沙发上。你们要不要玩点刺激的？什么东西？说说看。等会你们就知道了。没过多久，一列穿着女装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在他们前面站在一排。干嘛呢？没玩过男人吧？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操！陆景峰惊恐地站起来，躲到季行宇身后，大声道：“你神经病吧？你同性恋啊？”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走错了，来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走错了，来晚了。我操！你最好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来这里兼职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你还来这兼职，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就是酒吧吗？如果这里很危险，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？季行宇一时无言，语气缓了些。你为什么还要兼职？钱不够用？我不打算把徐静的事和他说，只点了点头。我1个月给你5万，江南住那边你也在兼职，你到底哪里缺钱？季行宇说完后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脸色更差了，咬牙吼道：“你不要告诉我，你把钱都给了徐静，你给了他多少钱？”我缓缓伸出3个手指头，300还行。不是，是3000。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对他这么好，3000块钱说借就借？不是的，他爸爸要做手术，他实在没办法了才找我借的。你是什么有钱人吗？还想着英雄救美？我被他一吼，反而冷静了些。季行宇说的没错，我的家境同样不好，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可那是救命的钱。季行宇看见我垂下头一动不动，还以为是自己的话太伤人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本来就是你的钱，你想怎么样都和我没关系。你不用向我道歉，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些冲动了，但是我又做不到见死不救。你就没有想过他是骗你的？不会吧，他给我发了很多照片，还有诊疗证明，而且谁会用自己的家人来欺骗？照片给我看看。就是这些。季行宇点点头，看到了医院的名字，然后拨了个电话。小叔，你下班了吗？我这边有点事需要你帮忙。我在医院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听说我同学的爸爸在你们医院，他叫徐根生，在住院部的3017期，你能不能帮忙查一下，他爸爸到底得了什么病？这没问题，那我等会发信息给你。好，小叔，你去忙吧，注意身体。正好我小叔在这家医院上班，让他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我点点头，等待的过程十分煎熬。我一边提醒自己不要用恶意去揣测徐姐，一边又忍不住去想，万一自己真的被欺骗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听见声音，季行宇打开手机扫了一眼，确实如他想的那样。我被骗了是吗？季行宇没说话，把手机递给我。我太蠢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一直都没把我当朋友吧？这不是你的错，而且他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交朋友。有了他的安慰，我更难受了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你别哭。他一开口，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下来。而季行宇不知为何看见我那双通红的眼睛，心里腾生出一股隐秘的兴奋，眼神也越发幽深，甚至都没去给我拿擦眼泪的纸。我没事了，我现在就想找他要回我的钱。我说完后，发现季行宇还在盯着自己看，感觉有点尴尬的背过身去，用纸巾细细擦脸上的泪痕。而季行宇的目光又落在我的腰上，目光渐渐灼热。我真的，其实有时候太单纯也不是好事，很容易被骗吧。我以前就是被保护的太好了，不知社会险恶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以后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季行宇如梦初醒般眨了眨眼，结结巴巴道：没事啊，先回去吧。这简直太疯狂了，自己居然对同为男生的白糖产生了不好的想法。怎么了？我还要在这里兼职，不然你先回去吧。既然他是骗你的，明天我们把钱追回来就行，你也不用在这兼职了。不行，我签了合同，必须要干满3个月呢，不然要罚款的。而且在这里工作其实还行吧，我没有觉得很危险。你觉得这里不危险？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？知道啊，只是陪客人喝酒聊天而已。只是……季行宇快要被我气死了，他垂眸盯着我，一步步往前走，边走边道：如果客人摸你呢，亲你呢，甚至还想和你做别的事呢，你也不拒绝吗？什么？经理说了，我要是不愿意是可以拒绝的。是吗？季行宇面无表情的逼近我，右手摸上我的腰。那你要是挣不开呢？就比如现在这样，你怎么办？我用力挣也挣脱不掉，嘴硬道。我用力挣也挣脱不掉，嘴硬道。那就让他摸呗，反正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会吃亏。如果是男的呢？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是男的摸你呢，亲你呢？我反应很大地挣脱了季行宇的束缚，斩钉截铁道：我肯定不会让他碰我。你歧视同性恋？ No， 我不歧视啊，我尊重每个人的性取向，但我不行，我以后是要娶老婆生孩子的。哼，搞得谁不是一样？他说完扭头就走，我知道他又生气了，但不懂他生气的点在哪里。你走不走？我可以走吗？可是签了合同怎么办？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唐来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工作？这是他的隐私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去问他。好吧。季行宇又对着杜明礼道：他在你们这儿签了一份合同，给他解约。哥，没问题，白糖是吧？杜明礼笑得贱兮兮的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小唐是我们的室友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就随口一问，天，我等会亲自去找王硕给他解约。季少爷满意了吧？谢了，回头请你吃饭，我先回家，下次约。爱宇哥，你不带上我吗？你别跟着他走啊，我们再喝点。那行吧。真是太感谢你帮我解约了，我来这之后你是对我最好的人，不，你是除了我的家人外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，然后报答你的恩情。你最好记得你今天说的话。等我换完衣服拿好东西后，已经到了晚上的11点半，宿舍是回不去了。怎么酒店这么贵啊？我还是去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晚吧。上车，待在那干嘛？可是现在很晚了，我不打算回学校。没让你回学校，上车。我只能乖乖上车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我家。我操！会不会太打扰了？而且我还什么都没买呢，两手空空的，多不好意思啊。不会，我一个人住。哦，那你的家人呢？除了我姐，他们都在国外。哇，你居然有姐姐，好羡慕啊！羡慕什么？她脾气比我还大，我们待在一起动不动就吵。那也很幸福啊。不过我有3个哥哥，也很幸福。季行宇挑着眉看了我一眼，怪不得呢，养成这么天真单纯的模样，即使出生在小山村，家境不好，看起来却细皮嫩肉，完全是被宠着长大的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有一只狗，在哪呢？我不常在这住，所以现在是我姐照顾它。那它真的叫白糖吗？这么巧，居然和我同名。它是糖果的糖，改天带你去找它玩，你们这么有缘分，它应该会喜欢你。好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季行宇带着我打开主卧旁边的一间房，陆景峰和江恒常常过来找他，
晚了便睡在这。当季行宇看到床上有陆景风乱丢的内裤时，猛地关上门。怎么了？太脏了啊！我不想让白糖睡别的男人睡过的床，家里房间倒是多，不过床都没有铺好。太晚了，我也不想折腾。季行宇思考了很久，只能带着我来到他的房间。你睡这吧。这是你的房间吗？哇，你的房间好大呀，连浴室比我的房间还大了不少呢。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争取以后也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。我还有一栋房子在和平路，给你了。送套房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事，反正我名下的房产多得很。我刚开始还以为对方是开玩笑，结果转头看见他认真的表情。你来真的呀？对呀，要是都在床头柜呢，或者你可以随便挑一把。我操！不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不会拿的。我们还只是室友嘞，你对我已经够好了。房子我以后可以自己赚钱买。不要算了，反正我们只是室友。哼。季行宇又生气了，我没惹他吧？等季行宇洗完出来后，从衣柜里找出一套衣服丢给我。这些都是新的，不过内裤有点大，你凑合着穿吧。我可以用你的浴缸泡澡吗？季行宇抬眼看去，就看见我赤裸的上半身，他脑袋嗡的一声，耳朵红得更厉害了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我要洗澡啊，不脱衣服怎么洗？我能不能借用你的浴缸啊？随便你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泡澡呢。我躺下去时，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酥了，整个身体被包裹在温热的水中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赚很多的钱，然后买这样的大房子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浑身燥热？明明对方和我一样，而且同样是男人，白糖的身材还没我好呢，却对我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。不久，我从浴室出来了，我逐渐靠近，带来一身的水汽，仿佛身上的每一寸皮肉都浸满了清新的柠檬香。明明都是一样的沐浴露，怎么白糖身上就是比我香呢？枕头软软的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好困啊，我可以先睡吗？我操！我感觉自己今晚要失眠了。醒了就吃早饭了。这是你做的吗？不然呢？你梦游起来做的。这是牛奶，快喝吧，喝了没准能长高几厘米。我撇了撇嘴，还是礼貌的道谢，然后抓起三明治咬了一大口。哦，居然还这么好吃！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做的不好吃吗？不是，你做的太好吃了。季行宇嘴角翘得老高了。那肯定啊，我平时都是自己做饭。你居然会做饭，我连蛋都煎不好。我这么聪明，想学什么学不好。你很厉害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徐静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既然对方是骗我的，那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钱拿回来。我吃完后试着给他发个消息，结果被他拉黑了。这次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教训，以后不要太相信别人。我点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季行宇突然看了我一眼。我联系到了她男朋友。哪里？她有男朋友？那她还想和我谈恋爱？我要是答应她了，不就成男小三了吗？按理论来说是这样的。好苦。我说了你喝不惯，你非要点。他说完便把糖包撕开倒进咖啡里，用搅拌棒搅动了半分钟。试试看。好喝多了。我们大概等了10分钟，徐静的男朋友才姗姗来迟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所以就晚了点。没事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，直接说正事吧。我咋感觉他很熟练，一点也不像第一次遇见这种事。徐静把你拉黑了吧？他骗了你多少钱？我借了他3000。我还在里面呢，你干嘛脱衣服？徐静把你拉黑了吧？他骗了你多少钱？我借了他3000。对方似乎是松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那还好，不过我现在身上也没多少钱，钱都拿给他还贷款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1000，你加我微信，等我找到他，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钱，再还你。”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和一个职员挂牌。你可以拍下我的身份证和我公司的地址，这样你也可以更放心些。拍完照后，我们加了微信，对方很快给我转了1000块。实在是对不起，他总是这样，伤害了你的感情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明明前段时间已经答应我不再犯了。我不是第一个吗？他摇摇头。那你还？没办法，我离不开他。尽管知道他是这么恶劣的一个人，我还是很爱他，甚至觉得全都怪我没本事，赚不到很多钱去满足他的欲望，所以他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。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我无可救药了，但没办法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送走他后，我长长叹了口气。爱情真的是件很奇妙的东西，哪怕被反复伤害，还是舍不得离开。我们只是旁观者，
他们的事他们自己决定吧。你又让我留宿，又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问题，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请你吃饭吧。好啊，你选吧，我都行。结果吃完饭后我喝醉了，到了家，季行宇把我放下来，我醉了反而还更精神起来，踢掉自己的鞋子，然后满屋乱窜。白糖，到。军训后一阵还挺强，把这杯水喝掉。是。我把腿并直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举起右手敬了个礼，然后接过水杯一饮而尽。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想吐吗？我想睡觉。行，我带你去。季行宇轻松的和抱小孩一样把我抱去床上，我的头搭在他的肩窝处，温热的呼吸打在他裸露的皮肤上。季行宇偏了偏头，感觉那块肌肤一片酥麻。不能，我还没洗澡，不能上床，我妈要骂我的。你妈又不在这，这是我的床，我不骂你。不行，我还是要洗澡，我身上臭。那你自己能洗吗？站都站不稳。能，我这不是能站吗？行吧。季行宇拿我没办法，帮我调好热水，等他一转身，看见的就是全裸的我。我还在里面呢，你干嘛脱衣服？我虽然喝醉了，但脑子还转得很快，很不屑地看着他。干嘛这么大惊小怪？都是男人，怕什么？你有的我也有啊，不要这么扭扭捏捏的，让开。我从季行宇的身边穿过去，站到热水底下就开始旁若无人的洗澡。哼，谁扭扭捏捏了？就你这平板身材，能跟我比吗？我们可不一样，我都不屑看。他话是这么说，眼睛却还粘在我身上，视线沿着背脊一路往下，还看到我腰侧有2个浅浅的腰窝。再往下，季行宇不敢看了，身下某处地方被撩得蠢蠢欲动，他在心里骂了句变态，然后转身头也不回的出了浴室。我就这么不值得被爱吗？第一次有女生找我要微信，我开心的要命。可是这一切居然是个骗局。我以为他喜欢我，想跟我谈恋爱，没想到他是为了骗我的钱。我真的太伤心了，我不想再相信女人了。好了，你很值得被爱，是他有眼无珠。我们睡觉好不好？我闻着季行宇身上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香气，感到无比安心，慢慢闭上眼睛。半晌后，季行宇放下手机，仰头叹了口气。完了，我好像是童。我都做了什么呀？这简直是太丢人了！我酒量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会醉得这么离谱？醒了吗？起来吃早饭。我甩甩脑袋，有点不敢直视他。醒了，我昨天怎么回来的呀？没吐吧？天啊，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？记性实在太差了，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什么，就是正常人醉酒的样子。他看见我听了他的话后，悄悄松了口气，勾了勾唇。不过就是一直抱着我喊妈妈而已，还想强吻我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下次我要这样耍酒疯，你直接把我扔出去吧。没事啊，都是男的，怕什么？快去洗漱吧，早饭要凉了。吃完饭后，季行宇又在厨房捣鼓东西。是巧克力饼干吗？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？我已经被这香味勾得分泌口水，双眼亮晶晶地盯着他手里的巧克力碎屑。上次看你挺喜欢吃的。你是特意给我做的吗？谢谢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季行宇矜持地扬了下唇，点点头。你知道就好。帮我看一下是谁。季之锦，是你姐姐吗？接吧。好。我按下接听键并打开了免提，下一秒，一道凌厉又暴躁的女声从听筒中传来。我服了，季行宇，你能不能快点带他去绝育啊？3天2头出去调戏良家妇狗，我都不好意思带他出去遛弯了。他现在在你那养着，你带他去呗。你的狗你自己负责，最好现在就把白糖送去嘎蛋。我一惊，顿觉下身一凉。都是童明惹的祸。季行宇注意到我的表情，笑道：别这么紧张，他说的又不是你。你在和谁说话呢？我室友，他也叫白糖，不过是海棠花的糖。这么巧啊，你好呀，我是他姐姐，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平时不这样的。没有，你好姐姐。季行宇凄了一声，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立马摘下手套，拿过手机，毫不留情地揭穿道：干什么矫揉造作的？你平时比这还凶，别吓到他了。你要死啊？不要，没事挂了，哪天没课再带他去吧。他刚想挂断电话，对面突然传来很嘈杂的声音，冲杂着狗叫和暴躁的制止声。怎么了？恭喜你，你要当爷爷了。我大惊失色，什么玩意儿？当爷爷了？想什么？我有那么大的儿子吗？是狗。不好意思，我脑子一下没转过来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儿子把小区的一只流浪狗搞怀孕了，有个一直喂他的奶奶看出来了，于是查了监控找到这，现在正在客厅坐着呢，非常生气，你快点来吧。知道了，
我现在过去，你帮忙安抚一下情绪。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，把放饼干的盘子塞进了烤箱，订好时，你跟我一块去吧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负责的。陈奶奶叹了口气，提到小狗，她显然有点惆怅。它叫小花，它很听话，性格非常温顺。实际上，它不喜欢流浪的生活，好几次都跟着我上了楼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你们要是愿意的话，给它一口饭吃吧。我当然愿意了。大概20分钟后，门被人敲响。朵，他爸来了。门一开，季之锦直接忽略季行宇，冲着我温柔一笑：“你好呀，白糖姐姐你好。”好可爱啊，梦中情敌。进了门，季行宇径直走到沙发前，对陈奶奶说：“抱歉，这是我养的狗，您看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式？”刚才那闺女说了要养小花的，这作数吧。作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它。那好，我也信得过你，就是它现在肚子里的崽，你们看怎么办？生下来吧。季行宇蹲下身，摸了摸小花的头，轻声道：“抱歉。”而我第一次看见真的哈士奇，忍不住想伸手去摸。你还敢叫？出来！白糖把头低下来，一副心虚的模样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就你这种品行败坏、性格恶劣的狗，要不是用这种卑鄙的方法，你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婆。他似乎听懂了，哼唧2声，钻进了我怀里。你爸爸说的没错，你要做一只品格优良的好狗。你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不好再胡闹了哈。白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自家老婆的方向，小花似乎是感应到了，慢慢地爬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然后用额头轻轻蹭着他的脸。谁说强制爱没有好结果？怎么样，马上就要晋升成爷爷了，有什么感想呢？季行宇不急不缓地瞥了我一眼。挺好的，就是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不告诉你。等安顿好狗狗之后，季之锦八卦道：“你们之前认识吗？高中同学？”没有，我们上大学才认识的。啊，自家弟弟的性格我自认为还是了解的，才认识不到1个月的室友就把人往家里带，这倒是很出乎意料了。他仔细打量着我，突然感叹道：“你皮肤好好，又白又嫩，平时用什么护肤啊？面霜算吗？脸上干巴的时候我会涂一点。什么牌子的？我也买来用用。青蛙王子。爸，那我也买来试试吧。对了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弟弟。可以。我翻遍了所有口袋，却不见手机的踪影，下意识抬头往季行宇那看，果然在他手上看到了自己的手机。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季行宇总爱玩我的手机。季行宇，把我的手机给我。不给。季行宇，把我的手机给我。不给。我收回手，对季之锦尴尬一笑，然后跑到他身边，小声道：“你等会再玩，让我先加个微信呗。”那你等会再加，让我先玩不行吗？哪里？好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。你有病啊！玩游戏不会拿自己的手机。季之锦给他一个白眼后，便转身面向我，立刻切换成温柔模式。他平时总欺负你吗？他对我很好的。其实他这人不坏哈，就是嘴贱，喜欢耍脾气，就爱揍。你不要让着他，越纵容他，他越得寸进尺。他要是欺负你，你来和我说，我收拾他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我飞快地瞥了一眼季行宇的表情，很正常，听了也没什么波动。好的。我们顺利加上了微信。离开季之锦的家后，我还在不停念叨，无非就是羡慕他有个好姐姐。这个姐姐温柔善良，漂亮大方，还会给我撑腰。说完了吗？她在你心里那么好吗？对呀，我也好想有个姐姐。季行宇哼了一声，不爽道：“我和她，你更喜欢谁？”啊，不是吧？都多大了还问这种问题呢？不许说都一样。我没想这样说，我当然更喜欢你了。我和你姐才见一面，但我都跟你睡过一张床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听到这话，季行宇开心了。你们肯定想不到我刚才遇到了什么。什么？我刚才回宿舍的路上碰见了我的理想型，她漂亮的和仙女一样。天哪，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狂跳不止。我觉得我的爱情要来了。他张开手巡视一圈，祝福我吧，兄弟们。神经。恭喜你哈。季行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们说，好运都是会传染的，说不定我谈了甜甜的恋爱，你们马上也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。不了，我不谈恋爱，我比较喜欢学习。你装什么呢？陆景峰笑得贱兮兮，揽住我的肩，哥俩好一样。你前几天不还跟女生聊得开心吗？怎么样了？我的嘴角有些抽搐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还是季行宇把我拉了出来。你别胡说八道。
那我在这等你，你充好电之后再加嘛。我是男的，你确定还要等我？你前几天不还跟女生聊得开心吗？怎么样了？你别胡说八道。好吧，好吧，你们加了微信吗？我就看到那张脸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等想起要加微信时，人家都走远了，话都没说上呢。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有缘分自然会遇见啦。我也觉得是这样。这几天我要经常在遇见他的那条道上走，没准就遇见了呢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去超市买零食，一张熟悉的脸便猝不及防地闯进陆景峰的视线。他张着嘴，愣了一会，然后带微笑地向前走去。我来帮你吧。夏言奇怪地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默默整理货架。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手机关机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有点像男人的声音？他不死心地继续道：那我在这等你，你充好电之后再加嘛。我是男的，你确定还要等我？你是男的，那你怎么是长头发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？不然我脱给你看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便接连响起脚步声。他不再管陆景峰，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。你怎么了？还记得我下午跟你们说我遇到了此生真爱吗？记得呀，怎么了？就是我刚才搭讪的那个人。这么巧吗？怎么微信没要到？还是人家看不上你？他是个男生。一时没人说话，陆景峰欲哭无泪。我的理想型，我心动的对象，我所认为的仙女，居然是个男的。你不要太难过。季行宇突然道：男的和男的也可以谈恋爱。我操！你们城里人还真是开放啊。听我这样说，季行宇的心情顿时不太美妙。老子是直男，怎么能和男的谈恋爱？我赞同的点点头。季行宇的脸更黑了，转身就走。我们买完东西去前台付账时，陆景峰总拿眼睛装作不经意的去瞟他。好看吗？我又没看你，你不要太自恋。我站在俩人中间，有些尴尬，但还是礼貌的替陆景峰道了声歉。他脸好臭啊，脾气也好大，真是白瞎了那张脸。还不是你一直盯着人家看。我哪有盯着他，我就是看了几眼而已。是吗？也就看了那么几十下而已。你们原来这么关心我，要不是一直关注我，哪会知道这么详细？季行宇突然停下来，很认真地问：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远处的路灯下，季少爷双手插兜站在那，我远远看见他便朝他飞奔而去。我还以为你先回去了呢，没想到还在这等我们。谁等你了？我就是想吹吹风。哦，好吧。我又想起刚才在便利店发生的事情，感慨道：他长得好好看啊，怎么会有男生长得比女生还漂亮？也就一般吧。你看见他的长相了？怎么会一般呢？你肯定是没看清楚。季行宇突然停下来，很认真地问：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他也太爱比较了吧，好像没法比，你们的长相完全不是一个风格，只能说各有各的好看。谁料季行宇哼了一声，显然不是很满意这个回答，抬起脚大步向前走。星期二的晚上，我们给白糖做完绝育之后，又回到季之井了。现在也不早了，你们干脆留下来吃晚饭吧，让季行宇做，我们等着吃就行。他做饭还不错，你等会可以尝尝。我没有立刻答应，瞄了眼季行宇的反应。看我干什么？你想不想吃？想的。说完，季行宇便拎起菜进了厨房。他今天咋这么好说话？我让他做饭就做了。其实我吃过他做的三明治、牛肉面，还有烤的巧克力饼干，都非常好吃。他真的非常厉害，非常会做饭。你吃过他做的饭？上次在他家借住了2天，都是他弄的早饭，很好吃的。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口中说的季行宇真的是我亲弟吗？你和他睡一张床，他早上比你先起，还给你做早饭，还给你烤小饼干让你带回学校吃。是的。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季行宇该不会暗恋人家吧？怪不得一直不谈恋爱，那么多漂亮女孩子追他，他看都不看一眼的。难道他是gay？他脑袋里疯狂运转，摸着下巴快要把我给盯穿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吃饭了？季之景疯狂对他贱兮兮的眨眼，一副抓到了把柄的样子。眼睛抽筋了？好，你的小心思已经被我猜到了，最好对我恭敬点，万一不小心说漏嘴了怎么办呢？随便啊，我不介意。你很想我去吗？季行宇勾了勾唇。那行吧，我陪你去玩几天。放假留在学校多没意思啊！既然你们都不回家，不如跟我们一块去玩。你也不回家吗？我家就在这，天天回家都腻了，所以我们约了几个朋友准备一块出去玩。你和朋友一起出去玩，我们不太方便加入吧？
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大家都带了人，玩着玩着就混熟了。我们这次是去一个朋友的庄园，打算住个4、5天，那地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。怎么样，心动了吗？是有点，但是我已经计划好了这7天的学习任务，所以还是不去了。我也是接了个大单，这些天都要陪雇主打游戏。学习的话，那里有书房，里面还私藏了不少好书，市面上都买不到呢。我一听有点心动了。2楼有一个房间，全是高配版的游戏本，包爽的。于琦也有点心动了。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了？不会不会，你们是我带去的朋友，谁敢说你们打扰？他说完后，季行宇推门走进来，陆景峰立马道：“宇哥也去的。”去什么去？无聊的要死，我宁愿待在学校。毕竟我也没看见白糖收拾行李，他应该没有要回家的打算，估计要待在图书馆学习。你去呗，小唐也要去的。你要去？我犹豫地点了点头。不然你也去吧，多个熟人在我会更有安全感。你很想我去吗？季行宇勾了勾唇。那行吧，我陪你去玩几天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刚才啊。于琦见他们都去，便也同意了。你要开车吗？好厉害呀，这么快就拿了驾照。季行宇心里暗爽，表面看起来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这没什么，你要是去学，也很快就能拿到驾照。对呀，我也拿了驾照，怎么样？不比宇哥差吧？你们都很厉害。陆景峰笑得开心，一只手打开了副驾驶的门。你坐后面去。你说我吗？不然呢？真是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我坐上去，新奇的四处摸摸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副驾驶。安全带。我刚回过神，季行宇便倾过身拽着安全带插进插口，我们挨得很近，还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香气。好香啊，应该是季行宇身上洗衣液的味道，这个味道还是我亲自挑选的呢。这个味道很香，对不对？我半边身子都挨了过来，只要季行宇扭一下头，就能对上我近在咫尺的小脸。你能不能坐好？我乖乖坐回去，他这才松了口气，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。要放在以前，我绝对不会相信，现在的自己居然会像只未开化的野兽，碰上白糖，脑子里就充斥着如此下流的欲望。刚到目的地，远处窜来一个季行宇的亲戚楚云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行宇哥，总算是见到你了，我们约了好几次你都不来。没时间。嘿，你眼里就只有你哥是吧？众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，楚云不情不愿地喊了句：“哥哥们好。”怎么了？季行宇回头看见我还呆愣在铁栅栏那，便往后退了几步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我和你一起去。好。我拿起手机，忍不住环绕一圈拍了个视频，然后才朝前走去。给你拍张照。好的，谢谢。你拍的太好了吧，你好会拍啊，好厉害。在我一声声的夸赞里，季行宇扬起嘴角，若是他身后有尾巴，此时已经摇到天上去了。我们能合照一张吗？我想分享给相亲相爱一家群，我经常和他们提起你。经常和他们提起我，你想拍就拍。那你靠过来一点。季行宇不但贴在我的身侧，还配合我的身高，微微蹲下身。好了。我速战速决，季行宇却不满地仔细打量这张照片，然后抓住我往外撤的身子，亲密地揽住。重新拍一张。为什么？刚刚那张不是挺好的吗？不好，光线没找好，把我的脸都拍黑了。那好吧。我们在这前后待了差不多10分钟，不远处的几人也就看了10分钟。不是，我寻思这也不是什么很牛逼的景点吧，拍个玫瑰花至于要10分钟吗？还合照，还比耶，这和我们班那对显眼包的小情侣有什么区别？是我瞎了吗？你可以带我去找间空房吗？不用，你和我一起住。我操！你的见识还是浅薄了。我和他们住了1个月，我只能说，你看到的这些还是小儿科。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是女生，那我100%保证他俩一定谈了。楚云震惊加不解，是不是？陆景峰对了对于琦的手臂，对方敷衍地摁了一下。从他下车起，他就一直抱着手机，不知道在和谁聊天。难道网恋啊？不是，他是我的顾客，约我打游戏。男的女的？女生。要。不是，他已经工作了，平时很照顾我，我一直把他当姐。他一本正经地解释，而陆景峰无意看见了那人的头像，怎么有点眼熟？他蹙起眉，头伸过去准备仔细看时，于琦便手疾眼快地挡住了。你干嘛呢？你让我看一下呗，我怎么觉得那个头像有点眼熟？说不定我认识。不可能，他是 C 市人，而且已经工作很多年了。哦，那可能是撞头像了。
他们聊天的功夫，杜明礼也到了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清秀的男生。是在等我吗？那我也太荣幸了。在等季少爷拍照呢。你们都是一个宿舍的？杜明礼看向于其时，眼里闪过一丝兴趣。对呀，怎么样，是不是都特帅？确实。于其望过去，见对方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，一副浪荡公子样。他皱着眉头移开眼神。咦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没时间吗？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积极总会有的。他径直走到于其旁边坐了下来。他刚坐下来，于其就不动声色地往白糖那边挪。他前段时间突如其来的表白实在是有些吓到我了，我暂时还没想好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。于其和我挨得很近，还时不时凑在一起讲话，亲密的有些过分了。季行宇看到脸色一黑。白糖，过来，我带你去房间看看。就我们去吗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和谁一起？快点！这是你的房间吗？站门口干什么？你可以带我去找间空房吗？不用，你和我一起住。我操！国王游戏来不来？来呀来呀！怎么玩呀？纸牌游戏，按照人数选择相应的扑克牌，依次抽取，抽到鬼牌的为国王，他可以任意选择2个号码的玩家执行特定任务。万一任务很难执行不了怎么办？那就要受到国王的惩罚。不过他们定的惩罚一般是喝酒。你想玩？我还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，感觉挺有趣的。季行宇啧了一声，没什么好玩的，无聊且幼稚。那我玩，你在旁边看着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围到游戏桌旁边了。季行宇只能默不作声地坐到了我旁边。来，哥也要玩。我不能玩。能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参加了，那就从我这开始吧，玩的刺激点没各位。李觉率先抽了一张牌，再顺时针传下去，传到陆景峰那时，他倏地站起来，一脸幸灾乐祸的模样。他迫不及待把手上的牌露了出来。我是国王，指令是抽到10号和5号的，一人躺在地上，而另一个人撑在上面做俯卧撑。我10号，5号是谁？众人都在起哄，于其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江恒就扣住了他的手腕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。我5号，接受惩罚。他甩开被桎梏的手，转身倒了满满3大杯。刚喝下一口，他就微微皱眉，放下酒杯一看，江恒举起酒杯，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杯子，然后一饮而尽。我也想帮他，感觉好好喝。你凑什么热闹？总能轮到你罚酒的时候。怎么我就一定会被罚酒了？这些任务也没难度啊，把任务做完不就行了？你别想了，除了我以外，碰到别人你直接拒绝。凭什么呀？我是独立的人格，我拥有自主选择权。是吗？那是谁说以后我叫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的？难道是你的第2人格？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下一轮抽签，陆景峰手气好，是他当国王。这样吧，玩点刺激的，3号和6号亲10秒。我去，2位幸运儿是谁啊？我是3号，没有规定要嘴对嘴吧？没有，随便亲哪都行。3号已经出来了，6号嘞，是哪位幸运儿？是我，是我。我在季行宇可以杀死人的目光中，颤颤巍巍地举起了自己的手。哇，小唐，你走大运了，能和美女亲亲，来吧，亲手背也行，不为难你们。我自罚吧。我顾不上看众人的眼神，快速给自己倒了3杯酒，边喝还要边盯着季行宇，生怕他从我手里把酒抢走。出息！那我们继续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再玩3局就结束吧。3杯酒下肚，已经来到最后一轮，我后知后觉这酒劲儿还挺大，脑子开始有些混沌。我这是几号啊？看不清了。谁让你刚才那么忽视？要是少喝点酒，也不至于醉成这样。我没醉好吧？少管我！我一声大吼，字字清晰。刚还吵闹不堪的众人瞬间安静。脾气这么大呀？行吧，你没醉。怎么静音了？不玩了？玩，那我们继续吧。我是国王，最后一把，那就2号和10号热吻10秒。楚云瞥了一眼我放在桌面上的牌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是2号。耶！我中奖了，那10号呢？这儿。哟呵，终于是抽到你了，来吧，想舌吻还是喝酒啊？我猜他想接吻。闻言，季行宇看向他，眼底情绪意味不明。算了，喝酒就行。我还搞不清楚状况，懵懂的坐下来，问楚云：中奖了之后要干什么呢？你抽中了2号，10号是我哥，要完成国王的指令，也就是让你们那啥了，就是亲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哥肯定选喝酒。为什么？可是要遵守游戏规则的。喝酒是惩罚，算游戏。楚云话还没说完，
我就转过去，带着酒香味的头猝不及防地贴上他的嘴角。毫不夸张，季行宇的大脑宕机了，他耳边一阵嗡鸣，除了我近在咫尺的呼吸声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好啦，任务完成。众人语言石化，都散了吧。他喝醉了，应该是神志不清，你稍微理解一下哈。滚。好嘞，再见，明天见。可能明天见不到了吧？这可是宇哥的初吻啊，被一个男生夺走了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强吻，这再好的朋友都忍不了吧？估计可怜的小唐今晚要被连夜赶回学校了。他走后，这里就只剩下2个人。我趴在桌子上，看见开了一半的酒，忍不住舔了舔唇，伸手就要去拿。你干嘛打我？你喝醉了知不知道？我没喝醉。你没喝醉为什么要亲我？那我不是要完成任务吗？罚3杯酒也算完成任务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酒，偏要亲我？我不知道啊，没人告诉我。哼，你明明心里清楚，就是要亲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蹙起眉，一副茫然无知的模样。你是不是？季行宇说不出了，他的脸已经全红。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终于说出来了。季行宇只觉心里一松，仿佛某些桎梏在这一瞬土崩瓦解。之前想的克制，温水煮青蛙，日久生情，在此刻全然灰飞烟灭。我现在就想和白糖谈恋爱。什么？季行宇咽了咽口水，尝过一次味道，他便食髓知味，直接伸手扣住我的后脑勺，轻轻地吻了上去。这个吻不同于刚才的蜻蜓点水，季行宇急切地含着我的双唇，缠着舌尖不停地吮吸，实在是太爽了。等到分开时，我的嘴唇已经红肿不堪，下嘴唇上还有属于季行宇的齿痕。我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喘着气道：“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吗？”你明天会想起来吧？如果明天白糖能完完整整的想起来，那我们之间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管他拒绝还是逃避，我都不会放开他的。留在我身边吧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然后掏出手机，点进照相机，拍了一张暧昧横生的吻照。嗓子怎么干疼的要命，嘴巴也好疼。昨晚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我被谁打了？我动了一下，想要起床找水喝，这才发现腰上横着一只手臂，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后颈处。我迟钝的大脑瞬间清醒，昨晚的记忆如同高清电影，在脑海里循环播放。可是为什么他不生气，甚至后面还主动亲我？难道这是他的报复？不像啊，他还给我洗了澡，在浴室又亲了我，还抱着我睡觉。他不会是……但是这怎么可能呢？冷静。我不断安慰自己，小心翼翼地孤勇地到了床沿，慢慢往沙发边爬。我的宝贝资料书都在这儿呢，一定不能落下。你在演默剧吗？我操！季行宇长腿一迈就走到我身前，微微低下头，伸手扣住我的下巴，大拇指自然地抚过我嘴唇上的伤口。破皮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昨天喝醉了，多有冒犯，我向你道歉。后面的一切我们就当从没发生过，我们还是朋友。谁想跟你做朋友？那不做朋友就算了，就当普通室友吧。我会把钱还给你，江南住那边我也会辞职。我根本不敢看他，低垂着眼睛说出这话时，心里闷闷的，有些难受。我只觉得自己要失去一个好朋友了。你是真心的？负心汉啊！我呆呆的抬起头，看见了一脸委屈的季行宇，他眼睛红红的，细看之下好像还有点湿润。不是吧，他哭了。我立刻手足无措起来，抬手想要碰他，又唰的收回手，最后被季行宇扣住手腕，带到了他的眼睑。你不想对我负责？我要对你负什么责呀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强吻我，醒来就想跟我划清界限，这不是负心汉是什么？可是那不是游戏吗？而且我还喝醉了。借口，你就是不想负责，这还是我的初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和我谈恋爱，这样你就不是负心汉了，而是一个负责任的男朋友。什么？我要被吓死了，抵着墙镇定道：可我们都是男的呀，怎么谈恋爱？男的和男的也能谈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是朋友啊！还有，你不应该喜欢女生吗？怎么可能喜欢我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女生了？可这本来就是自然规律啊！这是规律，不是规定。我喜欢谁，难道还要按照规律进行吗？我硬着头皮道。可我不觉得你喜欢我。季行宇蹙了蹙眉，可能还是太含蓄了，你感受不到。接下来我会努力让你感受到我的喜欢。我操！别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再乱说了。我没有乱说，我真心想和你谈恋爱。不行的，不然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，和以前一样不好吗？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季行宇叹了口气，拿起放在桌面上的手机，点开一张图片，直接对到了我眼前。季行宇叹了口气，拿起放在桌面上的手机，
点开一张图片，直接对到了我眼前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抢手机，想要把这张照片删掉，然而季行宇却比我快一步，把手机扔在了床上，然后按着我贴在墙角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给你个选择。我不。你是想谈一场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恋爱，还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恋爱？我都不选。行。季行宇伸手从床上拿起自己的手机，点进了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，只要动一动手，那张照片就会立刻发出去。我立刻按住他的手，失声道：你干什么？你在威胁我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你要是答应我，我保证立马删除。你真是疯了！如果我不答应，你就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张照片吗？可是上面不止我一个人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？季行宇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。我当然不会在意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牙齿紧咬着嘴唇，脸色苍白的如同一张白纸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昨天还是那么好的朋友，不仅主动提出帮我拍照，而且还耐心的指导我如何摆出好看的姿势，可只是过了一夜，他就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威胁我。你就是个疯子！空气霎时凝固，季行宇抬手碰了一下脸，啧了一声，无奈的扯过我的手。打这么重干嘛？你的手不疼吗？你要是真想揍我，拿脚随便踹，起码不痛。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，实在是你太不可理喻了。我知道你一时不能接受，但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很想和你谈恋爱，你给我一点机会吧。我几乎被他逼到窒息，为了让自己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季行宇精准地捕捉到我的妥协，内心被巨大的幸福感充斥，但我又道：我要个期限。啊？期限？说说看。我底气不足地举起一根手指头。1年。不是1个月，你看行吗？做梦。2个月。季行宇一脸不想和我谈判的表情。那就这个学期结束。可以，不管怎么样，先答应就是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那说好了，这件事情只有我们2个知道。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他心里有点失落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你别这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要是我答应你了，那这件事就只有我们2个知道，而且你还要把照片删掉。哦，照片现在还不能删，什么时候结束再删吧。你，我保证不会有第3个人看见。哼，随便你。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，转身就要去浴室洗漱，可季行宇却突然从背后抱住我，我试图挣脱却无济于事。你松开我吧，我要去洗漱。话音刚落，右耳垂被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，我浑身僵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迟钝地察觉到对方的某处的。你是变态吗？你得理解我。什么？我已经单方面陷入了热恋，有反应很正常。神经病！我一把推开他，冲进浴室，啪地关上门。而季行宇顶着一张还留有指痕的脸，淡然自若地下楼，用盘子装了不少食物。装完后，目不斜视地掠过几人震惊的目光，径直走上楼。我操！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被打了。我的妈呀！不会是小唐打的吧？简直勇士！不行！他突然站起来，看样子他们之间肯定经历了一场恶战，季行宇都挂了台，那小唐岂不是伤得更重？我得上去调解调解。你别去。干嘛？好心提醒你，最好别打扰他们，不然伤得最重的就是你了。啊！于其蹙了下眉，摸过手机，点进了他和我的对话框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不下来吃早饭吗？季行宇给我带了早餐。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看了眼季行宇，他正帮我把面条拌开，脸上的指痕依然清晰，看样子没有几个小时是消不下去了。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立马做直问：你下去的时候他们都在吗？不是所有人都在。早知道应该踹他的，这个样子我要怎么解释呢？总归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？哈哈哈，你们起得这么早啊？我昨晚都没睡好，全怪季行宇，他半夜突然做梦啪啪啪给了自己好几巴掌，把我都吓坏了。发出去时我都觉得有点荒谬，没办法，撒谎我还不够熟练，能想出这个理由已经耗费了我不少脑细胞。在干嘛？造谣呢，还能让你看见？和谁聊天呢？这么认真，还不给我看？这是我的隐私，你无权干涉。我冷酷地吐出这句话，然后接过拌好的面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你们快点下来游泳啊，我们都在等着你们呢。游泳？你去吗？哦，我去。你会游泳吗？必须的。我当然会了，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都不在话下，好吗？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快走吧，看我给你秀一把。我们下楼的时候，已经站了大概7、8个人。我抬眼就看到有张生面孔一直盯着季行宇看。
如今我也算半个男童了，这么炽热的眼神，我咋隐隐觉得不对劲呢？我只顾着吃瓜，眼神一直在季行宇身上打转，没注意脚下有东西，脚一滑，步履不稳的向前倒去。但意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我反而撞进一个温热的怀抱里。救命啊！这是什么狗血情节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陆景峰哒哒哒的跑来，关心道：“小唐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没事的。太好了，没事就好。陆景峰嘴上说着，眼睛却快速在我身上扫描。他为什么要盯着我其他地方看？要受伤的话，也只会是脚踝吧？你有病吧？季行宇扯着他的后衣领，把人丢在一边，隔绝了看向我的眼神。好久不见了，星宇哥。你是谁？林伟愣住，尴尬的笑了笑。我是林伟，以前还一起玩呢，只是后来我出国有3、4年没见了，你不记得也很正常。季行宇淡淡应了一声，他确实没有一点关于他的印象。见他表情有点失落，陆景峰笑嘻嘻的跳出来安慰。对于不重要的人和事，他不会花心思去记。你不是第一个，没事，我还记得你，你是许家恒的表弟吧？篮球打得很好的那位。不是，我不会打篮球，我哥是林浩凡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大学霸嘛。走吧，去更衣室。哦，随便选吗？我穿这个吧。季行宇瞥了一眼，随后蹙起眉，转身拿下另一件抛给了我。穿这个。我的嘴角有些抽搐。我不想穿这个。不想穿也得穿，外面那么多人，只穿一个短裤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啊！都是男的，怕什么？那我以前也脱的只剩一条短裤就扎水里去呢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封建。我哼了一声，衣服脱到一半时，不经意间对上季行宇直勾勾的眼神，我倏地把衣服拉下去。你干嘛看着我？都是男人，怕什么？还有，腰挺细。我的脸瞬间爆红。让开。好的。季行宇往后撤了一步，我们很快就换好了衣服。要情侣装？不是的，我随便拿了一件，那里好像还有不少，你也穿吧。我才不穿呢，有好身材当然要亮出来。他颇为得意地摸了摸自己腹肌，我的小脸瞬间垮下去，垂眸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腹，一片平坦，怎么都练不出腹肌来。别看了，没有也挺好的，摸起来很舒服。我吓得跳开，瞪了季行宇一眼，拉着他到没人的地方。你能不能注意点？什么？不是说好了这是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吗？你不要做一些让别人误会的动作，或者说一些引人遐想的话。可是我们在谈恋爱，我怎么忍得住？这话就这么自然的从他嘴巴里说出来，我简直要抓狂了。我真的没想到季行宇谈起恋爱来是这个鬼样子啊！那你就忍一忍嘛，被别人看见多不好。行，有人的时候我尽量忍着，没人的时候我总可以对你动手动脚吧。我咬咬牙，行。总算是和他说明白了，季行宇没再黏着我，我们始终保持着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。这次的游泳比赛奖品我来出。什么？就最新的手机和电脑吧。啊？我们谁缺这玩意儿啊？不行吗？行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定这个。其他人倒是对这个奖励没什么兴趣，他们更享受比赛的过程。耶！真的吗？赢了就可以拿手机和电脑？对。那我一定要加油了。马上要开始了。请第一组的参赛选手做好准备，站到我的左手边来。我和季行宇都是第2组，无意间对上林蔚的视线，他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，然后迅速切换成一个友好的笑。我也笑着对他点了一下头。你刚才对我什么反应？我怎么了？你看见我瞬间就不笑了，对着别人倒是笑得很好看。我那是出于礼貌的笑。哼，那你就可以对我不礼貌了吗？我无话可说，对着他扯出一个干巴巴的假笑。可以了吗？勉强吧。就我们聊天的功夫，那边的比赛已经结束了。小唐加油哦，我很看好你的，让我来帮你松松肩。陆景峰边捏边跟我聊天，并嘱咐我一些注意事项。笑得正开心时，他总觉得有一道锐利的视线盯着他，搞得他后背发凉。他偏头一看，看见了季行宇面无表情的脸。我也给你按按，我可是很公平的，力度怎么样？不好，你没吃饭吗？肌无力，走开。咋又被攻击了呢？你赢了。我赢了吗？是的，你赢了。我激动的和季行宇抱在一起。小唐，你是冠军，而且还打破了他的记录，比他去年还快了3秒呢。我不好意思的松开手。我是不是挺厉害的？太厉害了。我好开心啊。怎么感觉我有点多余？没多久，他身边走过来一个人，向季行宇递去了浴巾。季行宇也没抬头，直接把浴巾罩在我的头上，顺便给我擦了几下。你也擦擦。
兄弟，你这就没眼力见了，好歹是我们的冠亚军呐，就拿1块浴巾啊！林薇这才回过神来，强撑着笑意说了句：“怪我，怪我。”行了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获胜者是我们小唐，还打破了宇哥2年前的记录，让我们为他欢呼！众人纷纷为我鼓掌，我咧着嘴笑得很开心。我以为你会让他呢，没想到你这么拼命，拼尽全力才是对他的尊重。更何况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赢。假设有1/1000的失误，奖品也会换一种方式到他的手中。铁树一旦开花，还真是开的炽热又温情。比赛结束后，众人换好了衣服，打算亲自动手准备晚上的烧烤。有一家甜品店超好吃的，我每周都要去一回呢。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？刚游完泳肯定很累，来点甜食最好不过了。楚云捧着手机坐在我旁边，很殷勤的模样。他本身就十分慕强，自我拿下冠军并打破了季星宇的记录后，他就一直这样看着我，我走哪他跟哪，满眼崇拜。烦死了，像个臭苍蝇一样一直围着小唐转。你有钱吗？还请客？我当然有钱了，过年的时候我奶给了我好几万呢。哼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楚博管得挺严的，1个月只给你1000多块，还明令禁止任何人接近你。楚云一下尴尬起来，我见状忙摆摆手，谢谢哈，我不用，你的钱还是留着自己花吧。就是我有钱，我请你吃。啊？难道今天这甜点我是非吃不可吗？其实我不是很爱吃甜食，我更喜欢口味重的东西，比如烧烤和麻辣拌。但盛情难却，季星宇摆着一副你不吃那我就要生气了的模样。楚云又在旁边热心的给我建议，我没再拒绝了。好像是外卖到了，你去看看，我现在走不开。好嘞。陆景峰打开门，看到外卖员正吃力的把白色泡沫箱搬下来。我来帮你。怎么是你？陆景峰看着放大的漂亮脸蛋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结巴道：“你送外卖啊？不然呢？我带着这么多东西来做客吗？不是说要帮吗？”哦。陆景峰立刻上手把泡沫箱搬进屋内，回头看了看乌云遮蔽的天空，又看了他好几眼，然后说：“你等一下我。”这么恶劣的天气还要送外卖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擦擦水吧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陆景峰隔在了他和夏言之间，出来聊聊天。杜明礼显然对夏言很感兴趣，往外移了一步，目光又落在他身上。你又不认识他？难道你认识？我当然认识了，我们可是校友。是吗？那真是有缘分。他歪了下头，对夏言眨了眨眼。陆景峰炸毛道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陆景峰炸毛道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不是，杜明礼简直要被他气笑了，但转眼看见他跟护犊子似的防着他，他拧了下眉。不是吧？难道我的3个直男朋友就这么毫无预兆的变成 gay 了？现在男同的市场这么庞大了。杜明礼一脸复杂的离开现场。要不然你先进去避避雨吧，这么大的雨你骑车也不安全。谢谢。陆景峰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，给他倒了杯热水，想起刚刚还倒了很多甜品，又去给他拿。很好吃的，你相信我，他们家的榴莲肉可多了，而且还新鲜，只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的嘞。真的好吃吗？一般吧，我不太爱吃，不想吃就别吃，实在好奇拿勺子沾一点就行。可是我不吃完的话就太浪费了。没关系，剩下的我吃。好。楚云震惊的看了他哥一眼，我哥居然吃别人剩下的东西，他们的关系也太好了吧。我拿勺子挖了一小勺，蹙了蹙眉，果断把榴莲千层推给了季星宇。我还是吃芒果味的吧。行。哪个味道好吃啊？陆景峰走过来一顿挑挑拣拣。这些都不错。你一个人吃这么多啊？不是我吃，有客人。谁呀？不坐在那吗？外卖员。不是，我们见过他，他好像和我们一个学校的。便利店那个。季星宇动作一顿，这才仔细的打量了那人一回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长得比女生还漂亮的男生，你还说我们的长相不分上下，各有风格，没错吧？这话怎么听怎么阴阳怪气的。我尴尬的笑了一下。他长得是很好看，你们继续吃吧，我去招待他。陆景峰抱着10几个甜品走了。我要过去看看。嗨，我叫白糖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我叫夏言。我叫陆景峰。站在一边的陆景峰立马接上，张了张嘴，还没问出想问的问题，我先开口了。你是哪个专业的？美术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当时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你是学艺术的。为什么？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当时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你是学艺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有气质啊。
谢谢。夏言对我笑了笑。你留长发真的好有个性啊，一眼看过去就像个艺术家，而且发质还很好，又黑又亮。谢谢。我也很喜欢画画，就是有点糟糕，技术实在是太烂了。没事，从线条开始慢慢练，练好基础就会简单很多。我可以给你画一张笑笑画，你想要吗？当然想要，谢谢你。那我去给你找纸和笔。他俩的对话我终究是插不进去。夏言看见他蔫了吧唧的坐在那，像只失去主人宠爱的大狗，愉悦的笑了笑。你想问什么吗？陆景峰受宠若惊的看了他一眼。暂时没什么，不过我可以加。我来了。哈。陆景峰闭了闭眼睛，叹了口气，看见季行宇从电梯出来，他大喊道：“宇哥，这边。”大概10分钟后，夏言停下笔，把画好的肖像图递给我。哇，好像啊，你好厉害。我看看。季行宇从我手上抽走，装模作样的欣赏了一会，突然道：“归我了。”我操！不行，这是我的画，你还给我。我围着他渐渐走远。你能给我也画一张吗？今天没时间了，回学校给你画。那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这样我好去找你。找你画画。陆景峰脸都红了，手指攥着衣角，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。好啊。晚上的烧烤是在2楼阳台进行的，由于人数太多，我们便分了2波。要是有红薯就好了。烤红薯。冬天的时候，地里的红薯多到吃不完，我们就会把红薯扔进柴火灶里，烤出来特别香甜。柴火灶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生火的地方，上面架一口大锅，下面开个洞，里面塞一些木棍干草，火着起来就可以做饭了。听起来很好玩。还有更好玩的，我们会组队去山上捉蚂蚱，这东西炸起来特别香，炸好后我抢都抢不到几个。还有山里的一些野果子也很不错，像桑葚、蛇莓、拐枣还有刺梨，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。我讲起家里的事，简直是滔滔不绝，众人像听故事般的感到很新奇和向往。有机会的话，真想去你家玩玩。看到这一幕，季行宇脸都黑了。我还没去呢，楚云这个小崽子怎么能去？季行宇嘴角微微上扬，顺势把手松开，改为揽住我的腰，还坏心思的捏了捏。你别动了，等会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看见就看见呗，谁敢出去乱说？楚云，怎么了？高一是个关键期，你知道吧？楚云缓缓点了一下头。既然是关键期，我认为你不要花太多心思在玩上面，还是要注重学业。我不清楚你们放了几天假，但我建议你还是回家好好学习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我哥这里获得了长辈般的关怀，好感动啊！但是，哥，你的话我听进去了，但是我今年高2了。季行宇从容不迫地点点头。我知道，高2更是一个关键期，衔接了你的高1和高3，这非常重要。你更不应该只想着玩。那我明天就回家，这次月考我一定会考到全校第1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很好。终于要走了。吃完烧烤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了，众人渐渐回房休息。我和于琦挨在一块儿，把剩下的烤串给解决了，便已在栏杆上消失。2楼的电脑好用吗？我看你今天一天都待在那。很好用，打起来很爽。那你明天可以带我吗？我也有点想玩。可以。我注意到江恒望过来的目光，心里的八卦之魂又熊熊燃烧，悄咪咪地问：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总觉得时好时坏的。现在是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关系，但他摇摇头，蹙着眉道：不知道。见他不愿多说，我便适时地闭上嘴。白糖，干什么？回去睡觉。你先回去呗，我晚点再上去。已经很晚了。季行宇说着便向我走来，扣住我的手腕就走。我晃了2下没挣开，只好跟着他走。到了室内，我用另一只手挠了挠季行宇的手背。你先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季行宇嘴角微微上扬，顺势把手松开，改为揽住我的腰，还坏心思的捏了捏。你别动了，等会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看见就看见呗，谁敢出去乱说？话音刚落，电梯叮的一声，林卫从里面走出来，看见我们亲密的姿势，心中蔓延起一股酸涩，又多了几分控制不住的嫉妒。我一惊，忙从他怀里溜出去。关于你们的事情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他轻手轻脚的移过去，把我捞进自己怀里，忍不住亲了又亲我的侧脸和后颈那块皮肤。一天都没怎么贴贴，我快憋死了。关于你们的事情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季行宇看向他，眼神里带着锐利的审视。林卫被他看得有些紧张，还是咬牙道：我知道你们的关系。是吗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想找你聊聊。去那边。
季行宇率先往前走。你和他在一起了，对吗？你不是知道？我只是猜测，你不应该和他这种人在一起。他这种人？季行宇一字一顿的反问，眼神冰冷而疏离。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差距这么大，又是同性，日后的阻碍他根本就承受不了。哼！你站在什么立场和我说这些？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关你屁事！你哪来的自信确定我们之间会有承受不住的阻碍？林薇看见他逐渐裹上戾气的表情，有些呆了。对方给他的感觉一直是漠然又金贵的，而现在他毫不怀疑，倘若他再多说一句，自己将会被他毫不留情地踹倒在地。你如果喜欢男人的话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你的选择？我喜欢白糖，而他刚好是男生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会选择任何人。我不知道你发的什么疯，但记得管好你的嘴，还有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开，没有一丝停留。结果到屋内却没有看到我，他突然生出几分焦虑。刚才的话对他确实产生了影响。我清楚的知道白糖现在还不喜欢我，答应我在一起也是受我逼迫，我们之间充满无数的未知。我刚从于琦的房间走出来，没成想撞见了失魂落魄的季行宇。你干嘛呢？站在这不进去？你去哪了？就是去于琦的房间逛了逛。拿了睡衣去洗漱吧。哦。好奇怪，他怎么一下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边界感这么强了？这反常的举动倒让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。等我们都洗漱好躺进被子里时，我几乎贴着床沿，和季行宇之间的距离还能再容纳2个人。见他没有要靠过来的意思，我松懈了精神，困意渐渐来袭。我能抱着你睡吗？我操！不行。啊！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？没一会儿我就睡着了。季行宇听见我均匀的呼吸声，他轻手轻脚的移过去，把我捞进自己怀里，忍不住亲了又亲我的侧脸和后颈那块皮肤。一天都没怎么贴，我快憋死了。翌日清晨，我翻身下床进了浴室洗漱，很快身后响起一阵动静，季行宇也起来了。他睡眼朦胧的凑近，伸手从背后抱住我，冷不防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你没刷牙呢？嫌我脏？季行宇不乐意了，捧着我的脸又不顾反对的连啄好几下。昨天晚上是你的第2人格吗？其实你一直保持那样也挺好的。没有什么第2人格，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。想通了什么？是不是知道了强扭的瓜其实是不甜的，强行凑在一起的关系是不稳的？不是。季行宇伸手在我耳垂上暧昧的摩挲，眼神中带着一股势在必得的笑意。我并不满足我们现在的关系，我想让你给我一点爱，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。神经病，谁好人家强迫谈恋爱之后还想要爱的呀？经历这种事情，能给他个好脸色就不错了。出门时天色尚早，我本以为我们会是最早起来的，没想到还有人比我们更早。我一抬头，震惊的发现江恒的侧脸肿起来了，而且嘴角好像还有红色，看起来像被什么人打出血了。为什么他们2个大早上面对面站着不说话，且一人带伤？我真是好奇死了，却也知道不能偷窥别人的隐私。我本想往后退进房间，偏偏季行宇还拽着我泰然自若的走过去。你干什么呀？看热闹也不是这样看的吧？但他不但不停，还走到了2人中间，十分贴心的问：需要法律援助吗？你有病吧？加油！切！季行宇心情倒是不错，兄弟的失败让他找到了一丝安慰。他带着我离开，走远后我又忍不住说他们之间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，你就不能让人家先解决好，事后再询问吗？瞎掺和什么呀？说得好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哼，真是没情商。是，你最有情商了，你最厉害。用完早餐后，我眼尖的发现于琦背着包正往外走。于琦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回学校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季行宇身上，眸光微动，然后对白糖说：不然你和我一块回去吧。啊？其实我还不想走，也不是说这里有多好玩，而是我实在有点舍不得2楼的书房，昨天看了一半的书还放在桌面上呢。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去？有事，你不愿意回学校就算了，保护好自己吧，我走了。他说完转身就走，也不给我反应的时间。保护好自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另一边，季行宇看着从电梯里出来的江恒，笑着发问道：没什么，只是捅破了某些秘密，生气了。不过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哟呵，看来你还得努力。彼此，走了，回头再约。不止他们，昨天来的人玩了一番后也走了大半。之后的几天我倒是待得蛮愉快的，基本都在书房看书，除了季行宇寸步不离的跟着我，一切都堪称完美。喝点水再睡。不要，我不想喝水。我翻身后留出很大一块空隙，季行宇顺势坐上去，用手背贴了贴我温热的脸颊，又爱不释手的往下滑，在后颈处摩挲。我躲了一下，却被他按着不让离开。
别再动我了，我要睡觉。你没有午睡的习惯，那你别老摸我脖子，我怕痒。那我摸你的手可以吗？他说着，不等我回应，便扣住我的手腕，在上方凸起的一小块骨头上打转。手腕好细，我一只手就能环住，你看看。我敷衍的嗯了一声。反正我说的话季行宇不听，想挣脱也是徒劳，只会累着自己。你好敷衍啊，你都没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认真道。我一直想问很久了，你难道没有自己的事吗？一天24小时都围着我转，你不累我都累了。不累啊，跟你在一起就不累。但我们还是应该要有点私人空间，对吧？季行宇低着头，看起来有几分可怜。但我就是不想跟你分开。算了，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说的话你也不听。话音刚落，我瞥见站在玻璃门后的陆景峰，他看起来像吓傻了，嘴巴张得很大，直愣愣地看着我们。我操！完蛋，不知道他听到了多少。你自己解释吧，别给我乱说话。我警告完后直接冲了出去，也没和陆景峰打招呼，